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武功正数9段与18位强敌的精彩对局。这盘棋是1975年2月14日日本第22期 NHK 杯快棋赛当中的一盘较量，有当时7段的武功正数之白对阵昭和棋圣吴清源大师，这也是武功9段职业生涯当中与吴大师的唯一一次对局。这一时期吴大师已经退出了第一线。武功正数在书中写道，对于我来说，吴先生犹如苍天在上。我还记得，虽然是快棋，但对局时的心境好像是做梦一样。这一时期也正是武功正数围棋棋风的探索时期，这一难得的与吴大师的对局机会，使得他下定决心抛开胜负，以自己对于围棋的理解好好的向吴大师请教一盘。在这样的想法之下，对局开始，吴大师之黑选择了星小目开局，白棋则下了小目和目外的组合。虽然此时吴大师已然61岁高龄，但武功正数也深知吴大师开局的厉害，所以本局他准备不落俗套，下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下一手棋，黑棋在左上挂角，白棋没有理会，反挂黑棋右下。接下来如果黑棋继续回到左下挂角的话，白棋准备再次飞压，黑棋长，白棋长，黑棋跳出，接下来白棋再飞。如果黑棋长，白棋长，黑棋再跳，这样的结果，左下和右下的黑棋处于低位，下方一带有2辆火车撞头之感，而白棋外围阵势广阔，这是白棋的理想图。但吴大师自然不会中计，下一手棋面对白棋的挂角，黑棋在左上3-3靠，先处理挂角的这颗子。白棋此时如果选择搬，那么黑棋退，白棋再虎，黑棋大致在边上一带拆，这样白棋回到左下手脚，也是正常的一盘棋的进程。但如此一来，白棋当初抢占目外，重视左边的下法落空，从心情上白棋不满意，所以在黑棋靠的时候，白棋选择先在右上挂角，黑棋手脚之后，白棋马上从边上拆了过来。黑棋下一手在上方搬，期待着白棋再次长出，黑棋爬，白棋如果再搬，黑棋立下，接下来白棋长，黑棋夹住，白棋在边上拆，这个局部也是定势。但此时白棋却有不满，因为这一带黑棋变厚之后，当初白棋拆边的这颗子反而变薄，随时黑棋有打入攻击白棋的手段。所以实战当中，在黑棋搬的时候，为了发挥边上这颗子的作用，白棋选择了反搬的下法，黑棋断吃必然，白棋长出。下一手棋，黑棋后势粘住，白棋再从边上拆，白棋有意将左上的这2块白棋看清，以后根据周围的情况再伺机而动，也是高明的下法。但吴大师也没有继续在左上再应对，此时黑棋的胜率 68.3%， 盘面黑棋领先 7.5 目。下一手棋，黑棋回到右下拆肩夹，是眼见的好点，同时对白棋也是一种考验。此时白棋如果跳出，黑棋拆2即可，这个结果白棋不满。一般白棋选择这个下法都是准备在边上夹击这颗黑子，但由于黑棋已然有了小飞手脚的子，这一带的战斗白棋勉强。如果白棋选择小尖，也是常见定式，黑棋在下方打飞，接下来白棋再飞，黑棋可以回到左下挂角，白棋守住，黑棋挡完之后在边上一拆，这样的结果，黑棋行棋速度极快，将进入吴大师擅长的步调，而追求速度也是武功9段的棋风特色，所以这个地方白棋不满意。因此实战当中，武功9段在此下出了他对于这个局面的理解。下一手棋，白棋突出奇招，在上方碰了上去。顶尖的高手在面临选择不知该如何抉择时，往往都会试探应手。前几天名人战当中，柯洁便屡屡的使用这样的招法，而本局当中，年轻的武功正数向吴清源发起了挑战。此时黑棋该如何应对呢？如果黑棋从边上搬，白棋顺势一退，
这样的结果，下方这颗黑子的压力增加。如果黑棋在下方拆，白棋从上方断，黑棋打吃，白棋立下。接下来黑棋粘是本手，但由于白棋争姿有力，下一手棋武功正数准备了冲完之后再次断的强手，黑棋无法争吃白棋，只好单退，白棋再回来吃住这颗子。接下来这一带黑棋仍然要补棋，但是黑棋夹在此处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黑棋当初小飞手脚的这颗子反而变得有些重复。这一带的宁形，武功正数用了4个字来形容：无可救药。而如果黑棋当初在这一带不从下方去拆，而是选择先在上方补住断点的话，白棋会先在中央扳头，黑棋扳，白棋连扳，黑棋打，白棋粘住，接下来黑棋退，也是局部的长形。但这样一来，白棋从下方逼住，脚部的这颗子将遭到白棋的猛攻。一旦被白棋找到机会，在中央吃住这颗子，整个下方乃至中央一带将成为白棋的势力范围。而右上的黑棋依然略显重复，这一带以后还有尖冲等等的骚扰手段，这个图黑棋也不满意。所以实战当中，黑棋没有选择扳。武功九段以为黑棋此时会长出，他设想的图是白棋长，黑棋再长，白棋长，黑棋长，接下来白棋从下方逼住，这样白棋在右下一带抢占先机，但黑棋在中央挺头变后，右边一带黑棋也有所斩获，同时中央变后，上方的打入也成为眼见的好点。但吴大师没有这样选择，下一手棋吴大师选择了再次扳的下法，期待着白棋退，这样黑棋再粘住，接下来白棋出头，黑棋顺势从下方拆，白棋再跳的时候，那么整个右边一带的棋形黑棋要比之前好很多，接下来即使跟着跳出也是黑棋可以满意的。这样黑棋成功，两位追求围棋艺术的大宗师在这一带斗智斗勇。面对黑棋的扳，白棋选择了在3路扳的下法。武功九段以为黑棋会在此连扳，这样白棋大吃粘住，黑棋粘，白棋扳，黑棋长，接下来白棋压完之后在下方夹住，跟之前再次贴出的变化大同小异。但吴大师对这个图依然不满，显然吴大师并不想弃掉右下小目的这颗子，所以实战当中面对白棋的扳，黑棋选择了打吃完之后再次压的后式下法。武功九段对这个下法推崇备至。下一手白棋长，黑棋粘住，白棋接下来在下方拆。武功九段在书中写道，这手棋他认为是只此一手，因为此时如果白棋回到左下手脚的话，那么黑棋会在这一带拆开，白棋再拆，黑棋跳起，这样的结果下方一带黑棋的效率极高，白棋不满意。实战当中白棋再次拆，对于右边一带的定型，武功九段认为白棋并没有占到便宜。他在书中写道，话说回来，如果白棋轻易的就会变好，那倒是奇怪的事情。整个右边一带的定型，黑棋既厚实又简明，局部是黑棋好，白棋唯一的补救是得到了先手。虽然不能认为白棋取得了成功，但希望大家赏识我的努力。而现在从 AI 的角度看来，此时黑棋的胜率 73.5%， 盘面领先 8.5 目。下一手棋吴大师选择从左下挂角，也是必然的一手。白棋夹住，黑棋靠出，白棋扳，黑棋退，白棋后实挺头是武功九段的棋风，黑棋则在此先手飞一下之后回到脚部捞取实地，双方在此再度形成了相互妥协的一个战斗结果。面对这一结果，武功九段自嘲地说道，白棋虽然用了种种特别的手段，但放眼全局似乎依然是黑棋容易下，正像孙悟空一个跟斗108000里依然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这是天赋上的差距。现在黑棋胜率 57.1%， 盘面领先6到7目。下一手棋白棋在上方飞了一手，但这却是
武功九段非常后悔的一手棋。他认为此时应该看清上方的2颗子，转而把左边这颗子长出。黑棋搬，白棋扳住，黑棋粘，白棋再次长出。这样这一带的定型，白棋不仅目数上有所斩获，更为重要的是缓解了黑棋在这一带打入的严厉程度。至于上方的2颗子，看清弃掉即可。然而实战当中，白棋在此飞了一手，上方依然留有顶的缺陷，跟黑棋在左边飞交换之后，不仅这颗白子的活力丧失，同时下方的打入也变得更加严厉。此时黑棋胜率 70.6%， 盘面领先7到8目。下一手棋，白棋回到右下挡住，右下一带白棋始终忌惮于黑棋在这一带冲了之后断的手段，而黑棋接下来马上冲，白棋挡住，黑棋在此断了一手。但局后的研究认为，这手棋是吴大师失误了。此时更为精细的下法是先在脚步扳，试探白棋应手。白棋如果挡住，黑棋再断，这样白棋吃，黑棋先手打，之后一路在此打吃先手，接下来回到外围粘住。这一结果，武功正数九段认为白棋与认输无异，外围黑棋急剧变厚，全局实地上黑棋也不落后，白棋已经无法再争胜。而如果在黑棋扳的时候，白棋选择长出，那么黑棋再扳，白棋挡，黑棋打吃，白棋粘住，黑棋再像实战一样从下方拆的话，脚步的棋形以后补助断点和实战还是有区别。我们继续来欣赏实战。实战当中，吴大师选择了直接断的下法，白棋粘在上方，黑棋再扳，白棋吃。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黑棋再打，白棋提掉，和刚才黑棋扳完之后再一路打相比，不仅白棋的眼位不同，同时下方一带黑棋的眼位也和刚才的图有区别。下一手棋，黑棋从下方拆，虽然这一带吴大师小有失误，但形势依然是黑棋占优。此时黑棋胜率 66.5%， 盘面领先7目。下一手棋，白棋点到了右上的3-3，双方在全盘最后一个未定型的脚步展开了争斗。黑棋冲，白棋扳。此时黑棋有2种选择， AI 的建议是黑棋拐在下方争取先手，白棋虎，黑棋打，白棋粘住。下一手棋，黑棋直接从左边打入，这是全盘最严厉之处。而实战当中，吴大师选择了另外一个转换的方案，黑棋在上方扳，白棋粘住，黑棋粘，白棋飞做活。以下是常见定型手段，白棋爬，黑棋从边上拆，这样白棋夺走了黑棋的脚地，但黑棋也将白棋边空破掉，同时这4颗白子变薄了。从胜率上看，此时黑棋胜率 55.6%， 盘面领先6目。下一手棋，白棋得到先手，武功九段在下方先尖，这手棋一来搜刮黑角，同时也想防住黑棋在这一带点入的反击手段。黑棋顺势在外围补一手，继续强调左边打入的严厉性。而白棋下一手棋贴了一手，这手棋武功九段也有一些后悔，他认为此时更为厚实的下法，白棋应该尖在此处，以后这一带依然有冲、挤等等的反击手段，这个打入已然消失。实战当中，白棋以为贴在此处也能防住打入，但没想到接下来吴大师下出了强手，黑棋竟然直接打入了进来。看到这手棋，武功九段这样形容：我刚摆好了防御姿势，以为无懈可击，结果马上脑袋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拳，从哪里打过来的我竟然都不知道。此时白棋如果用强在此尖，想要吃住黑棋的话，黑棋有冲了之后在二路拖的手段，这个结果白棋危险，因为这一带黑棋始终有扳，如果白棋扳，黑棋退就可，上方有断，这一带也有扳断等等的反击手段，下方的白棋极重，所以实战当中白棋不敢用强。武功九段下一手棋选择了在上方靠的下法，这手棋是武功九段本局最后悔的一手，后悔到什么程度？他在书中写道：
我当时想把这颗子拿起来毁棋，重新下。后来的研究，吴大师认为这一代白棋应该尖出跟黑棋作战，黑棋尖出，白棋再跳，黑棋挡住左下活棋，白棋接下来再次靠。这样一来，黑棋的战斗也没有把握，因为这一代白棋的顶都是先手。但实战当中，突然遭遇到黑棋打入有一些慌乱的武功，下一手棋选择了靠在此处，但这手棋跟黑棋的挡住交换之后，使得这一代的种种味道消失。此时白棋再想尖，情况已然不同，黑棋尖出，白棋跳，黑棋挡住，这一代白棋失去了好的下一手腾挪纠缠的手段，所以实战当中白棋只好另寻他路。下一手棋白棋再次靠住，黑棋长，白棋在下方冲，期待着黑棋再次挡住，白棋长变成先手，下一手棋上方就可以长出作战。但这种小手段如何能够入得了吴大师的法眼？实战当中黑棋直接粘住，白棋无奈只好挡，黑棋顺势再次扳过。这一代的战斗，黑棋不仅将白棋的实力破掉，同时也夺走了白棋的眼位，整体的白棋飘起来，加之上方一带的白棋两边漏风，也没有活境。此时白棋有被缠绕攻击之感。现在黑棋胜率 78.3%， 盘面领先9目左右。下一手棋白棋只好向中央逃出，同时威胁封锁黑棋，反击黑棋左下。黑棋接下来再次压出头，反过来下方一带以后还有点的种种手段。下一手白棋在上方飞阵了一手，武功九段意识到两块棋不活，想在中央先手得到处理。然而接下来再次体现了吴大师强大的大局观。此时由于白棋在中央走了两手，胜率进一步降低，现在黑棋胜率 89.6%， 盘面黑棋领先11目。下一手棋黑棋并没有在上方一带继续跟着硬，吴大师的判断，这一带即使脱先，白棋也没有什么严厉手段。下一手棋黑棋马上再次跳了一手，这手棋跳完之后，一来防住了这一带白棋先手扳等等的封锁手段，同时继续对下方的白棋施加压力。而白棋现在在上方一带确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段，此时白棋如果在此夹住的话，黑棋可以从一路扳，白棋如果退回，黑棋扳过。这一带由于黑棋出头顺畅，加之上方一带还有一些眼位，这个图白棋也无法强攻黑棋。而如果白棋挡住，黑棋粘住即可。现在白棋如果粘，黑棋一扳，整体的4颗白子变重，反而给了黑棋处理的步调，这样白棋危险。而如果白棋选择弯在此处补棋的话，黑棋长是先手，下一手棋可以扳了连扳，直接将白棋吃住。白棋打黑棋粘，再打长出，接下来一本道，白棋被杀。所以这一带没有什么手段，无奈白棋只好在中央再补一手，黑棋顺势从二路拐过。下一手棋白棋再次扳，这一带武功九段也下出了苦心的次序。此时如果白棋挤住，黑棋必然长出，这一带的断并不成立，打完之后跳夹，刚好可以利用滚包将白棋吃住。所以实战当中白棋选择在此先扳，当黑棋扳的时候，白棋再去挤，威胁黑棋的断点。因为现在如果白棋在下方长的话，黑棋的挤是先手，这一带黑棋将变后。实战当中白棋挤，黑棋就厚实的自补一手。现在黑棋胜率 90.1%， 盘面领先11到12目。吴大师似乎已经开始安全运转。武功九段也说到，行棋至此只有听天由命，获胜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下一手棋白棋再次小尖，对脚步的黑棋施加压力，黑棋先手顶一下之后，马上在上方打吃，这一带黑棋可以出头，脚步能挡住，白棋粘的时候黑棋又厚实的补了一手。现在全局黑棋实力领先将近10目棋，而从厚薄上看，黑棋要更为的厚实。开局至此87手棋，在黑棋贴5目半的情况下，吴大师的胜率
一直稳稳地保持在 50% 以上，现在更是接近了 90%。如果是巅峰时期，相信这盘棋吴大师已经有把握可以拿下了。然而毕竟他此时已经61岁高龄，武功正数意识到形势不利，依然在苦苦的坚持，等待着吴大师的勺子。黑棋厚实的再补一手，白棋在中央再飞，这手棋使得上方的白棋加了一重保险，同时对于左下的白棋也是一种支援。黑棋接下来选择了再次跳出，对下方这块白棋进行搜刮，下一手的点入异常严厉。接下来白棋再次跳补一手，黑棋回到脚步挡住，继续安全运转。接下来白棋再次点，这也是有预谋的一手棋，瞄着下方一带点完之后再次跳的反击手段，抬象生根点胜脱，正是指的这种情况。然而吴大师该如何处理呢？此时吴大师下出了精妙的手段，武功正数甚至认为接下来的手段比起之前天宝时期的本因坊丈和有名吐血三妙手毫不逊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吴大师并没有在下方一带频繁的硬住，而是再次横顶了上去，一来防住白棋点的手段，同时反过来威胁从二路扳搜刮白棋眼位。白棋立下是最强应对，黑棋又下出了鱼形弯的好手，这与丈和与痴情阴彻吐血三妙手当中的第三妙手几乎如出一辙。现在白棋面临考验，局后的研究，吴大师认为白棋此时应该粘住，黑棋冲，白棋挡，黑棋断，白棋在下方顺势补住。接下来黑棋大致要补棋，白棋再跳出，但武功九段认为这个图白棋这块棋依然没有完全安定，以后黑棋在这一带出头，白棋左右两边还有被攻的风险，所以实战当中他选择了再次粘住的下法。但是这一粘被黑棋再一冲的时候，白棋当初趋阵的作战方案完全失败了。现在白棋如果挡住，黑棋最简明的下法是再次断，这颗白子也不敢再逃出，这样的结果白棋粘，黑棋顺势挺头，这一带白棋不仅一无所获，反而帮助黑棋围成了巨空。这个图白棋失败，甚至吴大师还准备了直接从左边切断的手段，白棋只有再次挺头，黑棋再断，白棋打，黑棋立，白棋再次团住，虽然可以吃住黑棋，但黑棋确保以后一路的立是先手，脚步已经完全安定，接下来再从下方补棋，这块白棋依然要遭到黑棋的进攻，这样黑棋通过攻击顺势将白棋中腹破掉，也是黑棋可以满意的。所以实战当中武功正数选择了退让的下法，再次退，黑棋顺势冲出，此时黑棋胜率 95.1%， 盘面领先11到12目。下一手棋白棋只好出头，黑棋在下方先断定型，白棋打，黑棋立，白棋团住，黑棋确保脚步立的先手。接下来吴大师下出了在上方靠的下法，但这手棋局后研究，吴大师认为是本局最后失利的主要原因。虽然从 AI 给出的胜率分析看，这手棋的胜率并没有掉多少点，但是 AI 此时也建议黑棋应该在中央飞，这是局后吴大师提出的正确下法， AI 一选。这手棋走完之后，一来是下方一带彻底成空，同时减消了白棋中腹的潜力。现在全局黑棋没有弱棋，盘面领先12目，几乎胜利已是黑棋囊中之物。然而实战当中，或许吴大师想要继续追究搜刮上方的白棋，选择了先在上方靠的下法，白棋扳住，黑棋立下，接下来白棋顺势再次顶完之后再顶，黑棋再粘的时候，武功正数抢到了宝贵的先手。虽然上方一带依然留有冲的保卫，但白棋形势所迫，下一手棋直接在下方断，黑棋单退，白棋再从上方断吃，留下以后这一带跳等等的借用之后，下一手棋在中央拐头定型，这是非常厚实的一手棋。虽然现在黑棋的胜率还是有 95.7%，
盘面领先11到12目。但接下来61岁的吴大师不可避免的出错了。下一手黑棋再次搬，白棋顺势扳住，中腹白棋的潜力逐渐增加。黑棋为了对抗白棋中腹的势力，下一手棋选择了虎。实际上这手棋黑棋粘住更为简明，依然是优势。但黑棋虎完之后，接下来白棋再次断，黑棋再粘的时候，白棋施展了手段，直接在空中透点了进去。武功正数挑最复杂的下，熬老头的战术取得了成功，加之是快棋，此时吴大师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计算。黑棋现在最简明的下法是在3线压住，但实战当中吴大师却选择了再次挡住的下法，这手棋掉了20个点的胜率。此时黑棋胜率 70.8%， 盘面领先7到8目。当然吴大师在这一代的想法是希望争到先手，继续从中央破空。但是接下来白棋再次贴出，以下是命令型，黑棋只好搬。白棋从一路搬，黑棋已然不能再应，这一代的断过于严厉。下一手黑棋只好粘住，白棋得理不饶人，再搬还是先手，黑棋只好再退，白棋跳先手，黑棋粘住。接下来白棋从下方渡过，这一连串的手段将下方黑棋的实力搜刮殆尽，白棋取得了巨大的便宜。但即使如此，现在黑棋的胜率依然有 71.9%， 盘面领先7目棋。由此可见之前吴大师的优势有多大。当然吴大师还是得到了他一直期待的一个先手。下一手棋黑棋在中央打，这或许是吴大师在下方甘于受损的原因。但是现在局面越来越复杂，而棋局进入到了中腹的争夺，年轻气盛的武功正数在这一代要更为的擅长。下一手棋白棋在中央围控，黑棋接下来马上侵入了进去，老而弥坚，吴大师也是寸步不让。下一手棋白棋在上方厚实的自补一手，黑棋接下来冲反击，白棋挡住，黑棋再断。吴大师对于白棋这一代的保卫发动了冲击，现在局势真正的回到了5-5开。此时黑棋胜率 51%， 盘面领先5到6目，是半目胜负的样子。而武功正数接下来下的也非常的机敏，面对黑棋的打吃，白棋粘还是做劫，颇费一番心思。实战当中白棋先从下方打，试探应手，黑棋提掉，接下来白棋再次顶住。一来这一代目手有所斩获，同时在考验黑棋这一代如何应对。黑棋如果单关在此联络的话，将来脚步还留下了断吃的大官子，白棋可以考虑在此粘住。但实战当中吴大师也意识到下方一代亏损，这一代不能够再退让。下一手棋黑棋选择了立在脚上活棋的作战方案，但这样一来以后白棋的断成为大官子，有了这枚大劫财，下一手棋白棋在上方开劫，局势进一步混乱。黑棋先在中央冲，白棋扳住，接下来黑棋再管，白棋点，黑棋粘。下一手棋白棋粘住的时候，黑棋尖在上方，也是厚实的一手，一来防住这一代白棋扳的手段，同时为以后的劫争断在此处增加对白棋的威胁做好准备。下一手白棋再次补了一手，黑棋开劫。接下来白棋在下方断，这是预谋已久的劫财，黑棋在脚步做活，白棋提吃。但是恰在此时吴大师却选择了从边上飞的下法，这是本局真正的败招。此时黑棋还是应该在下方一带扑，跟白棋周旋，这样依然是5-5开。实战当中吴大师在这一带似乎有了一些误算，黑棋在此飞，这手棋并不是劫财。下一手棋白棋直接将劫消掉，中央白棋急剧变厚，黑棋这一带保卫凸显出来。此时黑棋的本手是在上方一带扳补后自身，这样黑棋还有 20% 多一点的胜率。但实战当中吴大师在此并想要强杀白棋，但很显然这个地方吴大师算错了。下一手棋黑棋先在此虎，
确保这一带的眼位，同时威胁在这一带搬出，甚至于切断这2颗黑子等等的作战手段。黑棋自补一手，白棋再回到脚步做野。致命的是，这手棋是先手，现在脚步的黑棋依然没有活棋。下一手黑棋挤，白棋粘，黑棋只好做活。这一带白棋不仅打赢了劫争，还将右边这块棋先手做活，争到宝贵的先手。武功正数接下来发起了最后的冲击。白棋先在左下点，这是试探应手，同时也是打将。黑棋弯顶住，白棋再跳，这是当初断的时候已经预谋好的手段。跳完之后，一来威胁下方的冲，二来威胁逃出这颗子，上下的黑棋都面临搜刮。现在形势是盘面胜负，每一目都至关重要。下一手黑棋再次挖反击，白棋打吃，黑棋提，白棋就后势粘住。现在这一带黑棋依然有断，整体下方的大龙没活。下一手棋黑棋再次提做野，团在此处和连回见合，但白棋后势的从上方挡住。这一挡完之后，一来这一带以后挡下，上方白棋得到了目数，同时随时有点在此处，老鼠偷油的破眼手筋，这一带黑棋还没有完全活干净。下一手黑棋形势所迫，顶在此处，想要吃住2颗白子。白棋接下来冲，黑棋退，白棋再次间断了黑棋，上方致命的这个点越来越严厉。黑棋无奈，先手冲一下之后，只好回到上方护住眼位。白棋打吃，黑棋粘住，接下来白棋再冲，黑棋这2颗子不能弃，只好连回。下一手白棋再从左边打，武功正数在外围迅速的构筑防线，将矛头对准了下方黑棋的这一条大龙。此时黑棋胜率 1.8%， 盘面大致相当，年迈的吴大师再也无力应对年轻武功正数的冲击。下一手棋黑棋提吃，白棋再打，继续计算着中央的战斗。接下来冲出，黑棋粘住，白棋打，黑棋粘，白棋一虎。当黑棋再打吃的时候，白棋已然先手得到了这颗子。下一手棋在脚步简单应2下之后，黑棋补活，白棋终于祭出了屠龙的一手。这手棋挤住黑棋眼位，而中央一带由于白棋早已做好准备，黑棋竟然已经无路可逃。下一手黑棋顶住，白棋在上方挤，这一带黑棋没有眼，只好打吃一下之后，接下来向中腹逃出。但是白棋已经早有准备，周围的每颗子的位置都恰到好处。吴大师也是竭尽全力，但可惜已经无力再回天。至220手，全局终了。现在我们看到，如果黑棋冲的话，白棋打吃即可。这一带黑棋没有眼位，接下来黑棋如果粘，白棋就连回，而如果冲这个，白棋粘住，局部大龙也是死棋。眼见大龙无法做活，吴大师投子认输。这盘棋武功九段在书中这样评价：难忘的与吴清源先生唯一的棋局，正像大家所看到的，是完完全全的败局格调。如果是在吴先生的全盛时期，应该是被轻而易举的击败了的。但是那个时期吴先生出场有限，也许因为身体欠佳，到了后半盘才会出现紊乱。由于这个缘故，不值得自豪，但是能够赢下来还是很高兴的。武功九段在本局的标题上也直言不讳，在艺术上略逊一筹。2位围棋艺术的探索者为我们奉献了一盘精彩的对局。接下来武功九段将按照年龄顺序介绍下一位强敌高川阁九段，我们下盘棋再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关注，下个视频再见。